剛剛結束對華國事訪問的武契奇，在貝爾格萊德20萬人的集會上宣布，將在數周後辭職，卸任塞爾維亞總統一職。明明還有不到1年的任期就要結束，為什麼又主動提前辭職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今天我們講講跟塞爾維亞相關的一個事兒哈，那就是武契奇表示要辭職了。在前一段時間，我去參加了一個塞爾維亞駐華大使館的一個活動，那我們這個相談甚歡。在當中呢，其實我已經提前知道這個消息了，但是呢，我們這個深入溝通之後，就了解到，其實這件事兒對未來的這個中塞之間的合作啊，包括我們之間的合作，其實不會有實質的本質的影響。為什麼呢？來，今天的節目當中，謝飛跟您好好聊聊這件事兒。6月27號呢，在支持者集會上呢，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表示自己將在未來幾周內辭職，這是他作為總統最後一次面向大量民眾發表講話。現場呢，大約有20萬人冒雨參會，很多科索沃地區的塞族人也特意趕來支持武契奇的執政路線。那6月上旬呢，武契奇呢在接受採訪的时候就表示說不會參選第3屆總統，而且呢不排除卸任之後擔任總理。這句話就很重要。根據塞爾維亞的憲法，總統任期是5年，最多連任1次。武契奇呢於2017年首次當選，2022年順利連任，第2任期本應該在明年，就是2027年結束。塞爾維亞呢是議會制的國家，總統是禮儀性的國家元首，真正的行政權力掌握在總理手裡邊。過去1年半的時間裡邊呢，由於這個諾維薩德火車站這個坍塌事故的發生而爆發了持續的抗議活動，反對派抓住機會不斷的施压。在此情況之下呢，2023年的1月，时任總理武切維奇呢已因舆論壓力而辭職了。那麼5月下旬，武契奇完成了對中國進行的這個國事訪問。此次行程當中呢，中塞2國共簽署了23份合作協議，其中還有10份協議當場達成，涉及到基建汽車制造，包括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等領域。僅汽車零部件和先進制造業板塊就有多家的中國企業和塞爾維亞簽訂了約9.4億歐元的投資協議。那你看之前的這個匈塞鐵路塞爾維亞段呢已經全線通車了。中塞自貿協定生效2年多以來，這個塞爾維亞呢對華出口增長了上百倍，中國已經成為塞爾維亞的第2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外資來源地。簡單來說，武契奇這次辭去總統，爭取總理，就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權力轉移，主要目的是把國家最重要的行政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總統職位這個表面上很体面，實際上並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執行權，而總理才是政府的首腦，掌握着經濟、民生、內政等所有的核心領域。其實歐洲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比如說大家经常說德国总理是吧？但是德國總統就知道其實是没有实权的嘛。武契奇呢所領導的前進黨在議會當中佔據着穩固的多數席位，只要參選總理，他獲勝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主動辭職呢，還有應對這個輿論博弈的這麼一個考慮。過去1年多來呢，塞爾維亞的街頭呢抗議不斷升級，西方勢力也在背後利用非政府組織支持反對派，企圖擾亂塞爾維亞的政治局勢。等到任期結束再交接的話，很容易被反对派抓住輿論的空當來制造輿論。現在提前布局，既可以掌握住選舉的節奏，也可以借着訪問中國带回的合作成果來提升民氣，对吧？從而加強執政的基礎。那麼在這個內政方面，他也很清楚在外交上，武契奇的態度呢也很明確。在集會上，他再次表示，塞爾維亞呢將保持一個軍事中立，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絕不會放棄和中國、俄羅斯的傳統的這種友好的關係。那麼在西方的壓力之下，也不會選擇站隊。長期以來呢，歐盟一直把加入歐盟作為籌碼來對塞爾維亞施加壓力從要求承認科索沃獨立，到逼迫參與對俄的制裁，再到指責塞方與中國的合作過密，歐盟的條件越來越多，而兌現的承諾卻很少。
根據當地調查結果呢，這個塞爾維亞人呢當中贊成加入歐盟的比例只有34%，而反對的比例呢已經達到了44%。那這是第一次出現反对人数大於贊成人數的這麼一種情況。和西方的空頭支票相比，中國的合作都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利益。從這個匈塞鐵路打通這個巴爾幹的交通動脈自貿協定使得塞爾維亞的葡萄酒這個牛羊肉進入中國市場，新能源產業投資帶動當地就業等等，每一項都落到實處。因此武契奇才有底氣在西方的圍堵之下堅持獨立自主不為入盟的畫餅而犧牲國家主權，也反映了現在的这個國際形勢的變化，就是西方國家喜歡用政治籌碼來逼迫小國站隊，動不動就進行制裁，這個輿論滲透。但是呢，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看清楚了，依附於西方只會成為這個地緣棋子，而平等互利的務實合作才是發展的正道所以呢，接下來這個塞爾維亞呢過了這個夏天我們都知道歐洲炎熱的夏天，將在秋天舉行議會和總統選舉。武契奇的政治布局已經展開了，不管崗位怎麼變，塞爾維亞堅持獨立自主、對華友好的大方向，我相信是不會改變的。在巴爾幹的這個地緣十字路口上，塞爾維亞的選擇也為更多的小國提供了範例，那就是不站隊、不依附強權，然後呢走自主發展之路，也可以照樣站穩腳跟。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协肥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